美国空军的历史上有这样一架飞机，它曾击落过100多架各式飞机，参加过100多场战争，但是却没有在战场上被空中的力量击落过。这款战功赫赫的战机就是 F-15战斗机。虽然有观点认为 F-15已经不符合现代空战体系，但是近期美国当局却宣布将向波音公司采购新的 F-15EX 战斗机，而且合约是无限期交付和不确定数量。此举令外界一片哗然，因为 F-15EX 作为3代机，价格比4代机 F-35还要贵。F-15EX 战斗机是美国波音公司在为卡塔尔空军准备的 F-15QA 战机基础上改进的一款重型战斗机。2021年2月2日 ，F-15EX 重型战斗机完成所有的地面测试工作后，开始进行首飞试验。而在波音首席试飞员的驾驶下，这架编号为200001的 F-15EX 战斗机轻松完成预定飞行任务，成功降落在跑道上，正式宣告 F-15EX 战斗机时代的来临。早在2018年，美国空军就已经决定对波音公司提出新型 F-15E 战斗机进行测试，同时美国国民警卫队也将会参与整个测试计划。毕竟除了美国空军以外，美国国民警卫队也需要采购一批新型战斗机来提升其应对空中威胁的能力。终于在经过为期2年的考察后，美国空军在2020年正式和波音公司签署了一份采购合同。按照合同规定，波音公司将向美国空军提供144架 F-15EX 战斗机，其中一部分战斗机采用了通用电气公司研发的 F-110GE129 涡扇发动机，另外一部分则可能会安装普惠公司研发的 F-100PW240 涡扇发动机。这144架 F-15EX 战斗机，美国空军将会获得其中120架，分别用来为9个飞行中队进行换装，而剩下的 F-15EX 重型战斗机将会全部交付给美国国民警卫队，用来取代服役数十年的 F-15CD 战斗机。当然，对于现阶段的美国空军来说，更换老旧的 F-15CD 战斗机和部分 F-15E 战斗机将有助于保持美国空中优势地位。波音公司透露，一切顺利的话，F-15EX 战斗机年产量有望超过20架，7年左右完成全部的交付计划。F-15EX 作为 F-15系列战斗机的最新型号，于2021年5月正式列装。F-15战斗机虽然是70年代设计的飞机，服役已有40多年，总生产数量1200余架，早已到了退役的年龄，但美国空军一直没有放弃对 F-15的不断改进。各种衍生型号有数十种，可以简单的分成单座型和双座型。以色列空军的 F-15A 是最早用于实战的英式战斗机， F-15B 和 F-15A 的双座型主要用于教练机。F-15C 是美国空军的主力机型，曾参加海湾战争，增加了一个能载900公斤燃料的内置油箱。F-15E 是在 F-15的基础上改装而成，以对地攻击为主要任务的双座战斗轰炸机。该机在加大纵深攻击能力的同时，仍然保持原有的空战能力。主要改进有换装了新的高分辨率火控雷达，加装了红外激光跟踪、导航、攻击系统与夜间低空导航和红外瞄准吊舱，提高了目标识别和攻击精度。安装新的飞行控制系统，提高了导航精度，增加了6个外挂架，提高了携弹能力，攻击力更强。F-15战斗机主要的机坠记录都是由以色列空军在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中缔造的，许多叙利亚的俄制米格21与米格23和少量的米格25被击落。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120架 F-15CD 型飞机出动5900架次，48架 F-15E 飞机出动2200架次，共击落伊拉克各型飞机36架，大多都是用导弹。2架执行打击坦克任务的 F-15E 战斗机各携带8枚 TPU-12 激光制导炸弹，在30分钟内击毁16辆坦克，而 F-15却没有一架在空中受损，但因遭到地面炮火的攻击而损失2架。在这场战争中， F-15被用于对地攻击的比重和空优任务相当。至今在作战损失上，除海湾战争中遭地面火力而损失的2架 F-15E 经证实外，其余的击坠记录目前皆未获得实际物证证实。美国更是称，截至2000年 ，F-15战斗机在空战中总共缔造了104架击坠记录而未被击落的奇迹。F-15战斗机的近距离空战机动性、BVR 空战优势、先进电站系统等有不凡表现，但它也有致命弱点，就是太昂贵。一架 F-15战斗机的造价大概是3000万美元左右，
使得美国空军也无法配备太多。于是，美国空军在同一时代又推出了 F-15的搭档 F-16鹰隼战斗机配合使用，鹰隼的造价仅为 F-15的一半左右。而按照美国国会8架 F-15EX， 资金为 10.5 亿美元的预算， F-15EX 的平均单价已高达 1.3 亿美元。相比之下， F-35随着生产量的不断提高，价格已经降到8900万美元左右。因此 F-15EX 价格比 F-35贵出至少 40%。 在决定购买 F-15EX 之前，美国空军对该机与 F-35A 的使用成本进行了对比评估。根据测算，在采购后的15年内， F-15EX 的每飞行小时成本平均为 2.9 万美元，而同样条件下， F-35A 的每飞行小时成本为 4.4 万美元。F-15EX 的飞行成本之所以较低，是得益于 F-15家族已经在美国空军中服役了40年，已经建立起一个庞大而成熟的维护保养、零配件存储供应体系。F-15EX 仍然沿用既有体系保障力量，但 F-35A 却必须另起炉灶。也就是说，虽说 F-15EX 的采购单价要高于 F-35A， 但全寿命成本却反而更低。在人员培训方面，美国空军既有地勤力量，只要稍加培训，就能很好的完成对 F-15EX 的保障任务。而如果要他们转而去维护 F-35A， 完成全套培训取证工作，则需要花很多的时间。F-15EX 配备了 AN/APG-82 型 X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对雷达反射截面积为1平方米的目标，迎头探测距离达到125千米以上，在国际同类产品中性能相当优秀。在飞控系统上， F-15EX 装备有 ADCP-2 型先进显示核心处理器和配套的 Sweet 9型作战飞行软件，并采用 OMS 开放式任务系统架构。电子战方面， F-15EX 配备的 EPAWSS 被主动警告系统集成了雷达、红外预警和电子对抗功能，其座舱换装了新型广角平视显示器和全新的19×11英寸大尺寸整体式战术显示屏。其动力系统采用2台通用电气公司的 F-110GE129型涡扇发动机，单台加力推力为 13.2 吨，实用升限也从此前的15240米增至18288米。经过全面改进的 F-15EX 拥有强悍的对空及对面打击能力。如果使用 AMB-12 复合挂架，在满载状态下， F-15EX 可以携带包括 AIM-9X 红外格斗空导弹和 M120D 主动雷达制导中程空导弹在内的多达22枚空导弹。在遂行对面打击任务时， F-15EX 在携带军团吊舱、蓝盾吊舱或者 AN/AAQ-33 吊舱后，还可以挂载包括正在研发的 HAWC 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各型精确打击弹药，载弹量超过 13.8 吨。也正因为如此，波音公司一改将 F-15家族成员命名为各种鹰的传统，将 F-15EX 命名为炸弹卡车。虽然 F-15EX 作为美国目前最新的战斗机，其战斗力的确不容小觑，但美国政府和军方试图扶植波音公司的目的也是非常明显的。从上世纪末期开始，波音公司在美国军方几次采购和竞标中都打了水漂，包括 JSF 战机项目输给洛马公司的 F-35， 先进隐身直升机卡曼奇被美空军取消等等。波音公司目前主要的军机生产项目基本都是冷战时期留下的老本。当前，波音公司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波音737 MAX 的严重技术问题导致全球性停飞，恢复时间遥遥无期，导致4500多架未完成订单和350架已经交付飞机都成了烫手山芋。去年，波音公司为了维持生产线，不得不继续组装了400架737 MAX， 却只能全部停放在临时机场吃土。这些波音737 MAX 占了波音民用飞机半数以上的产能和产值，几乎令波音生产团队崩溃。美国军方成本评估和计划办公室的高级官员表示，他们提倡购买波音公司的 F-15EX， 最重要的理由是必须使波音公司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起保持强大的工业基础，维持工业基础的多样性，因为保持多样化的工业基础符合国防部的最大利益。多样性越高，竞争就越多，就越能得到更好的武器与合理的价格，综合全寿命更低的综合成本，以及除了隐身之外强悍的综合性能。美军选择采购单价更高的 F-15EX 战斗机也就不难理解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